这两个少年打算炸毁东京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他们最终分道扬镳。柴崎和宇村在网络犯罪课同事的帮助下，找到了曾经参与名为雅典娜计划的高官青木的住址。他们曾经对全国5岁以下的孤儿展开智商测试，并将被选中的儿童集中起来销声匿迹。本想着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让他吐出实情，但没想到青木就很平静地招待了他们。他清楚，像柴崎这样的警察迟早会找上门的。青木先是恐吓两人，前后生手的某名高官准备将这一切公之于众时，突然去世了。更深路重，夜路难行，他们最好还是10项年达到回复。柴崎铁了心的要寻求真相，宇村也不肯离开，反而光明正大的将录音笔放在桌上。青木将事情的真相娓娓道来。有一种疾病名为学者综合症，这种病的患者在特定领域内大脑会表现得异常优秀，虽然在特定的领域有着无人能及的力量，但却无法与人沟通，而且还有着各式各样的缺陷。人类为营造类似学者综合症的状态，从而培育出超越凡人的优秀人才，这就是雅典娜计划的目标所在。当时聚集的26个孩子全部都是实验体。事情来源于90年代中期，从事大脑技能研究的日本首都制药公司机缘巧合下开发出了新药。新井和平署看中了这个项目，并开始了雅典娜计划的研究。他们在微微租界的地方投入了大量研究费用和优秀人才，但是这种新药只对于成长期5岁以下的孩子有效，这对于普通人的肉体和精神来说是难以承受的。大多数实验体都因为肉体或精神的超负荷而崩溃，大部分孩子都死了。最后雅典娜计划以失败告终，又被美国政府发觉并介入，于7年前终止。实验到最后只有1个孩子存活了下来，被带到了美国的机构。中途还有2个孩子策划了一起火灾，导致保安系统宕机，从而成功逃脱。孩子们没有名字，都是以数字命名。逃走的2个孩子，一个是9，一个是12。如果他们还活着，应该有17岁了。他一直都祈祷着那2个孩子能活下来。如果柴崎不来的话，青木原本要将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的，但是想来孩子们也不会原谅他的所作所为。从这句话说出口后，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平安无事，但是他老了，已经没有几年好活了。听着青木有如此平静的语言，诉说这场惨无人道的实验，宇村愤怒不已，大骂他不是人。青木认为自己的确不是人，只是众多棋子中的一枚，只能听命行事而不敢违抗。而下达命令的监工议员正是害得柴崎被调职的那位政治家。东二赶往摩天轮营救丽莎时，九冲也离开基地，开始着手制作炸弹。丽莎被铐在摩天轮里，身上还被绑着炸弹。在东二登入客舱的瞬间，摩天轮开始转动，炸弹同时触发倒计时，周围已经被福波罗牢牢布控，但在背后指挥的 Five 却并没有即刻抓捕东二的意思。在观察完丽莎身上的炸弹构造后，东二开始着手拆炸弹，但是炸弹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就算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拆完。丽莎哭着向东二道歉，她自作主张的跑出来被抓住，只会给她添麻烦。东二捧着脸安慰丽莎不用再道歉了，要道歉的反而是他。如果当初没提出把丽莎带到机场，如果没让丽莎坐上他的摩托，没和丽莎搭话的话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丽莎突然冷静下来，让东二别管自己，快逃吧，九中还在等着他。他们不是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吗？当摩天轮升到最高空时，时间只剩下了最后2分钟。只是东二接到了 Five 打来的电话， Five 表示他们来做个交易。原来九中和东二从核废厂夺取的不是布，而是这个国家暗中开发的原子弹的原型。只要东二告诉他原子弹藏在哪儿，他就立刻解除炸弹。东二如果输了，就等于背叛了九中。当然东二早就背叛了，他选择了丽莎而不是九中。他不惜背叛九中得到的丽莎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九中是不会原谅他的。如果东二不想说的话，就去跟丽莎殉情吧。东二当然无法眼睁睁看着丽莎被炸死。在炸弹倒数2秒时，他终于说出了原子弹存放的地点，就在学校的储物柜里。警察立刻出动包围学校，而此时九中也正在学校里。好在九中趁着夜色逃脱了追捕，Five一时气急攻心，当场陷入昏迷。第2天，九中站着面具到警察局自首，并要求面见柴崎。苍桥想代替柴崎审讯九中，九中说他设置了原子弹的定时爆炸，如果不想炸弹爆炸，就必须按他说的做。九重要求在今晚8点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只要召集足够的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他就会交出原子弹。苍桥对着九重的要求就和上头谈判，表示如果出了问题，他会负一切责任。柴崎支开宇村，独自一人去见了罪魁祸首建功。15年不见，建功已经是个垂暮的老人了。雅典娜计划是为了让这个国家从上一场战争中振奋起来而实施的，人工制造拥有超人智慧和感性的人类，养育出比任何兵器都有用的人才，这就是目的所在。虽然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但他们为国献身，成为了国家坚实的基石。柴崎让他别胡扯了，他们不过是为了一己私欲夺走孩子们性命的人渣。斯芬克斯是为了弑父，为了杀死他们而回来的。他们盗取了这个国家最不为人知、最不愿被人触及的东西，在这个国家修行的同时，还秘密制造了原子弹。而美国派 Five 过来，就是为了拿到这个证据。建功反问柴崎要将事情激发出来吗？他只是区区一个警察，不管怎么呐喊，也不过是淹没于狂风中的微声罢了。即便如此，柴崎仍旧会呐喊下去，他绝对不会放过建功。很快，媒体报道了斯芬克斯被抓，并于今晚召开发布会的新闻。得知九重被抓后，东二拉着丽莎去了游乐园，柴崎请求苍桥让他去见九重一面，但是警察内部很少有人见到九重，更别提柴崎这个已经被停职的警官了。不过苍桥还是给了他今晚召开发布会的地址。几个停职的警察觉得事情并不简单，也想要去一探究竟。于是好不容易买到了柴崎要抽的烟，但柴崎已经去见过建功。柴崎原本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去的，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，他要亲眼见证那些人渣的没落。Five
欧醒来后对着九重自首大发雷霆，就算身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病症，也绝不同意将九重交给其他人。但是九重原子弹在手，被拒绝引渡给日本警察以外的机构，所以就算搬出美国政府的名号也没用。法尔不死心，决定直接强抢。丽莎很担心九重，东儿觉得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了，他背叛了九重，早就没脸见他了。首都高速被全面封锁，警察全副武装出动，押送九重前往会场。在排除其他干扰诱饵后，法尔很快锁定了真正的押运车，直接冲上去武装抢夺。激战中，东儿的摩托赶到现场，对着法尔扔了颗手榴弹，押运车被迫撞停，九重趁机逃走。法尔想要继续追，却被克劳伦斯宣布免职，接二连三的违反命令实施违法行为，以致身体恶化。这个任务他不适合再进行下去，却没想到法尔直接给了他一枪，他绝不会把九重交给任何人。法尔开车追上九重，他总是赢不了九重，又总是想赢他，但是他剩下的时间实在太短了，因为九重他才活到了现在，但如今也到了他们分别的时候了。法尔亲了九重一口后，开枪引燃泄露的汽油，在爆炸中微笑着和九重永别。8点一到，九重没能抵达发布会现场，他设置的定时视频自动播放，这是他的发布会被终止时传达给世人最后的信息。他送出的最后一颗炸弹是原子弹，它将在晚上10点自动爆炸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它了。九重摘下面具，日本的各位再见了。原子弹即将被引爆，全日本立刻进入紧急状态，指定关东地区全部为特别警戒区域，指挥士兵尽快撤离。受伤的东儿强撑回来见了丽莎，渔村认为这是斯芬克斯的复仇，但柴崎让他仔细想一想，法人迄今为止杀了多少人？市政厅爆炸，他们设计触发火警疏散群众。六本木警署时，有次选择没人来往时引发爆炸。羽田机场甚至冒险来拆弹。斯芬克斯不是恐怖分子，他们有着想要传递给世人的信息。柴崎打电话给女儿，问他原子弹有没有不会造成伤亡的使用方式。女儿表示她听过高空核爆这一说法，在高空平流层引发爆炸。听说以前的美国的实验中只引发了大规模的停电，而要将炸弹送往平流层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热气球。果然，室内的定点摄像机在犯罪预告发出的同时，拍摄到热气球升空的画面，而上面吊着的正是原子弹。而此时在关东万米的高空中上升，高空核爆指的是在高空大气中的核爆，据说辐射会飞散到宇宙，同时引发强烈的电磁脉冲，所产生的威力会让日本半数的电子器械被破坏，整个国家的机能都会瘫痪，没有装载反电子脉冲的飞机也会坠毁，而装载这种功能的飞机只有驻日美军。内阁立刻下令关闭核电厂，紧急降落所有的飞机，自卫队出动追踪原子弹，但很快热气球就超出了战斗机的爬升高度，无法继续追踪。丽莎问东儿，他们真的会死在原子弹中吗？他们没有双亲，从小在阴暗的设施里被抚养长大，从那里逃脱后，他们相依为命，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需要过，所以他很感谢能遇到丽莎。在所有飞机全部着陆的1分钟后，蒸腾的蘑菇云在日本的上空炸开，随后室内陷入一片黑暗。九重登上东京塔，点点夜光在空中闪烁，如同美丽的极光。爆炸后，九重回到了当年的设施内，为Five竖起了墓碑。东儿和丽莎一起来了。九重知道当时在高速上用手榴弹的是东儿，所以他早就不怪东儿了。3个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。傍晚时分，柴崎找上门来，这里是他们的故乡，也是想要柴崎找到的地方。原子弹爆炸后，世人的焦点都在他们身上，要是他们被捕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而且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，已经再没有人可以用权力将其掩盖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被抓，只差一个能查明真相，最终抓捕他们的人。柴崎自己就是俄狄浦斯，他们愿意束手就擒，但丽莎只是人质，希望柴崎能将他保护起来。但偏偏就在这时，美军的直升机也到了。九重虽然没有了原子弹，但他留了后手，他在其中一座核电厂内安装了炸弹，如果美军不撤退，他就将其引爆。但就算九重如此威胁，上头也让手下继续任务。他们知道机场和首都高速的真相，绝对不能留活口。美军开枪射杀了东儿，崩溃的九重打算直接引爆炸弹，吓得柴崎拦住枪口，喊话美军和九重谈谈。他发誓会在法庭上揭露一切，为他们拼上性命，希望完成的事告诉世人，这才是他们说的希望吧。九重最终将遥控器给了柴崎，希望柴崎能记住他们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。而后因为用药后遗症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。之后所有的真相全部被披露。1年之后，在祭拜九重和东儿回去的路上，丽莎遇到了柴崎。丽莎当时问了九重平常都在听什么歌，九重回答来自寒冷的国度冰岛的音乐，而 VON 在冰岛语中的意思是希望。